大家好，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极其精准的随机震荡器。无论您的策略如何，确定仓卖或超买水平的动量震荡器将是您交易成功的关键部分。经常用于检测这一点的一个常见指标是随机 RSI 指标。该指标以其通过在之间震荡来检测超买和超卖水平的能力而闻名。超卖的20水平或超买的80水平。然而，该指标有一个更好的版本，可以过滤掉市场噪音，根据买卖压力为蜡烛着色。提供动态超买和超卖水平自动检测多种类型的背离，使您能够从多个时间框架进行分析等等。我们正在讨论的指标称为资金流随机动量指数或 SMI，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被交易视图的开发人员选为编辑精选。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展示您如何免费获取该指标，如何配置指标。我们还将与您分享一个您今天就可以开始使用的秘密策略。让我们从随机 RSI 的原始和基本版本开始。单击指标搜索选项卡，并搜索随机相对强弱指数 RSI， 并选择技术下的指标，将其添加到图表中。这是该指标的原始版本。您可以看到该指标在20和80水平之间震荡。您可以通过进入设置和自定义该指标的水平，更改这些选项。原始版本适宜使用的方式是，一旦价格高于80水平，您将认为资产超买，并且您将等待这两条线交叉，将卖盘拉回到买入平均线。现在情况相反，让我们添加指标的更新版本，并比较两者之间的信号。单击指标选项卡，并搜索随机动量指数 Stochastic Momentum Index， 这个由 Android 007保存，并将其添加到您的图表中。与传统的随机 RSI 相比，您可以看到 SMI 在过滤不良信号方面做得更好，并且具有更多功能。我们可以看到该指标能够避免许多错误信号。让我们首先快速浏览一下该指标的各个方面。我们有信号线、Hasi线或真实强度指数。这两条线之间的区域带有阴影，以帮助预测趋势。通常当线为蓝色时，这表明可能会形成短期看涨趋势；当线为红色时，这表明可能会形成短期看跌趋势。这些线在这些动态超买和超卖水平之间进行交易。您会注意到这些线，包括中线，会随着市场波动性的变化而调整，使其非常适合适应不同的市场条件。而该指标对于长期趋势交易来说并不理想。然而，使用该指标来检测短期趋势交易机会。C 和信号线保持在中线下方将表明强烈的看跌趋势，而 TSI 信号线保持在中线上方将表明看涨趋势。您也将请注意，当 C 信号线高于顶线时，这表明市场已超买，我们不应在该区域进行任何交易。而应寻求卖出机会，当 TSI 线和信号线低于底线价格时，被认为是超卖，我们期待买入机会。您可能还注意到，当 TS 线绘制在该水平下方时，背景颜色会变为红色。而当绘制在顶线上方时，背景颜色会变为蓝色，这是您可以清楚的看到。浏览一下哪些水平是超买的，哪些水平是超卖的。接下来我们有这些点，它们是与 TS 和信号线交叉绘制的，并且将是蓝色、黄色、红色或绿色，具体取决于它们形成的位置。如果我们有交叉，则绘制绿点当 TS 线和信号线低于超卖水平时，被视为强看涨反转信号。如果两条线在超买区域上方交叉，则绘制红色信号，并被视为强看跌反转信号。蓝色和黄色信号被视为弱反转信号，但仍然可以与的分析结合使用。您已确定继续前进的早期进入区域。如果我们通过单击齿轮图标进入指标设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许多可用选项，但在本视频中我们只会介绍您需要的最重要的选项。首先要注意的是，我们有时间范围选项，这将允许您从更高的时间范围进行计算，以便进行更高级的分析。因此，如果您处于1小时时间范围内，您可以简单的使用指标，而不是在图表之间切换从4小时时间范围计算，以查看这些信号。这将允许您从较高时间范围获取非常早的信号，而无需等待住在更高的时间范围内关闭。向下滚动，一直向下滚动到趋势警报。在这里我们可以调整蜡烛颜色，因为您可以看到直方图的颜色条已打开默认，但我们可以禁用它，并根据 C 线或信号线对条形进行着色。如果我们想继续向下趋势线和突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趋势线选项。启用此选项后，我们将绘制趋势线在 TS 和信号线的波浪之间。这在使用趋势交易指标时非常有用，并且在这些选项的正下方，我们有背离检测器、趋势反转的迹象。通常您需要在图表上手动绘制以找到这些背离，但该指标可以自动在图表上为您绘制这些背离，只需点击启用自动绘制背离即可。我们可以看到价格正在形成更高的高点，但震荡器正在形成更低的低点，这是一个看跌背离。我们可以根据该信号执行该指标中的背离。使用该指标的最基本方法之一
是让您在市场出现时寻求买入和卖出超卖或超买。例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分析是看跌的，我们正在寻找进行看跌交易的区域。我们可以使用震荡器来确定市场何时在此看跌趋势中超买。因为震荡器回测到我们的超买区域现在可以等待红点或者黄点表示的卖出，然后将止损设置在波动高点之上。我们可以持有，直到价格回到超卖区域，因为我们将进行分析。如果我们的背离信号是看涨，我们可以等待震荡指标趋势进入超卖水平。那么一旦绘制了绿点或者蓝点，我们就可以在波动低点下方止损买入，并持有我们的交易直到进入超买区域。非常容易，重要的是要注意，背离是延迟的，因此永远不应将其用作唯一的入场条件。做多建仓的主要参考信号为强信号的绿色圆点，做空建仓的主要参考信号为强信号的红色圆点。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欢迎点赞订阅，我们下一个视频见。